女孩弟弟的成绩很奇怪，他考600分，他就考610分；女孩冲到610分，他立马变成620分，分数永远精准的压他10分。然而一旦女孩请假缺考，弟弟的成绩瞬间烂得没边。许南之的猜想也由此被证实，弟弟许明远的成绩与他的成绩挂钩，以此为基点，一个疯狂的计划在他脑海成型。如果高考他考出了740分以上，那将会发生什么呢？高3最后一次是联考出成绩那天，不出意外许明远又是第一。男孩扫了一眼成绩单笑了笑，低头继续玩着手机，旁边有人小声提醒他老师来了。我可是第1名，老师不会管我的，等着再过几个月，哥给你们拿个状元回来看看。与此同时，另一间教室，许南之在看过成绩单后没吭声，继续埋头做卷子。你弟弟到底怎么回事？每天玩也能考那么高？许南之没有抬头，把之前的发现跟林毅简单说了一下，对方一听就急了。那你现在怎么办？总不能一直给他当垫脚石吧？许南之低头看着卷子，眼底终于浮出一点冷意。当然不能，既然他要靠我，那我就送他一程。林毅没听懂，送哪儿去？送到他接不住的地方。这个周末正好是许家姐弟的18岁生日，许母在家给许明远办了一场派对，特意买来的音响调到最大声，茶几上堆满了许富花高价买来的美食，许明远被围在中间，笑得肆无忌惮。而一墙之隔的房间里，许南之正在做英语听力，在不知道多少回被打断思路后，他皱着眉打开了房门。妈，电视音响稍微调小一点，我在练听力。沙发上的笑声突然顿住，许明远斜眼瞥了他一下，非但没有收敛，反而将音量键又调高了。姐，你这书呆子也太扫兴了吧！今天可是本少爷的18岁生日，你要是做不下去题，就自己拿棉花塞耳朵去，别在这破坏气氛。几个狐朋狗友跟着起哄发笑，坐在一旁正在剥虾的许母脸色立刻拉了下来，她大步走到许南之面前。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懂事儿？你弟好不容易放松一下，全家跟着高兴，你偏要甩脸子。你平时考不过你弟，现在连抗干扰都比不上他，生气什么？许南之看着许母脸上厌恶的表情，转身进了房间，关上了门。刚坐下不到3秒，他突然听到门外传来一阵脚步声，紧接着咔嗒一声脆响，房间里那一盏亮着的台灯瞬间熄灭。大喜的日子点个破灯，看着就碍眼。今晚这屋里的电闸我拉了，不想听就别听。许南之沉默了片刻，在抽屉里摸到了备用手电，一手拿着手电，一手拿着笔，继续做题。接连近半个月的时间，许南之像一台不需要睡眠的永动机，连早晨站在洗手台前刷牙，都在心里默背政治大题的答题模板。吃饭时左手拿筷子，右手还在翻看巴掌大的英语词汇本。这种反常的疯狂，终于让许明远察觉到了一丝极其危险的信号。指针已经划过了凌晨1点，许南之依旧在灯下奋笔疾书，门把手突然被毫无预兆的拧开，许明远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他手里端着一杯冰镇气泡水，懒洋洋拖长了音调：姐，你最近拼的有点吓人啊，连上厕所都在默写公式，真以为勤能补拙呢。他将那杯还带着水珠的气泡水重重压在许南之桌面上，底下压着的正好是他今天刚领回来填了一半的助学贷款申请表，杯底的水渍瞬间扩散开来，将表格上的字模糊成了一团。妈今早在饭桌上说了，你的学费和生活费，家里早就凑齐存了死期，连以后给你考驾照的钱都留出来了。至于我，如果拿不到全额奖学金，他们就不会再给我掏1分钱，只让我去南方的包材厂打工贴补家里。我马上连大学的门都踏不进去了。许明远听到这番话，目光落到了桌上那本假错题集上，那是许南之花了几个晚上伪造的。原来不是开窍了，是被钱逼出来的穷忙活。也是，压力确实挺大。那你可得再多熬掉几把头发了，别最后连这贷款的门槛都够不上。可快点学吧，别到时候拉低了本市状元的身价。这盘大棋终于可以毫无顾忌地落子了。进入4月最后一周，许南之正在准备一场联考。深夜2点，他感到一阵困顿袭来，看了看手上还没做完的题，揉了揉眉心，打开房门，走到厨房，从柜子里找出一包咖啡粉，直接撕开了倒进嘴里。就在这时，许母穿着睡衣走进了厨房，瞥了他一眼后，端着小火炖煮的鸡汤走出了厨房。许南之没有看他，他接了一杯温水喝了几口，把咖啡粉带来的干涩感压了下去。就在他要回房间时，明远啊，这死丫头最近真像中了邪。我刚才都看见她在厨房里嚼干渣子，她这根弦要是崩断了，高考前突然猝死在桌上或者精神失常了，可千万别影响了你的成绩啊！猝死，只要他最后能撑到考场上把那张破卷子写满再死，就不关我的事。妈，你放1万个心，这大半年我研究的透透的，不管我怎么玩，只要他去考试，老子就永远高他10分。他现在就是我的免费血包，他拼出个省第一赚那几个破钱，老子就直接进清北名噪全省。好好好，那就别管他，让他熬干了，给你凑个状元分儿。
一墙之隔的厨房里，许南之静静的听着，原来他心里清楚自己靠的是什么，并且理直气壮的享受着。他轻轻的回到房间，转身回到书桌前重新坐下。5月最后一次模考出分那天晚上，许南之回到家时，屋内空无一人，直到接近深夜12点半，许父才满面红光的用钥匙拧开防盗门。明远，今天看的那台顶配豪车，爸明天中午休息就去给你全款交定金，就当做提前奖励我们许家状元郎。许南之坐在房间里，听着外面的声音，手里的笔丝毫没有停顿。就在这时，房门被许母一脚踹开了，他大摇大摆地走进房间，毫不客气地将一个白色打包袋扔到了许南之的书桌上。还学呢？省点电吧，去微波炉里转一转，吃了填填肚子。这可是5000块一桌的高档料理，妈可是特意给你打包带进来的。你下半辈子可能都去不了这种地方，吃点你弟吃剩下的，沾沾准清北的福气，别成天摆着一张欠你1800万的死人。姐，送上门的龙虾你赶紧吃啊！你那烂透了的695分也叫个保底了。最后这几天你可得把精神吊足喽，可别在高考场上出什么意外。许南之低着头没说话，伸出手捏住了那个打包袋。许母站在桌边冷笑，以为他要乖乖拿去厨房加热，可下一秒，许南之拎着那个袋子，面无表情地越过许母，直接走出了房间，没有丝毫犹豫地将打包袋扔进了客厅垃圾桶里。空气一瞬间安静了，许母率先从房间里冲出来，眼睛瞬间瞪得溜圆。你个死丫头，给脸不要脸！你敢扔老娘的东西，反了你了！许南之迎着他的怒火，连眼皮都没有眨一下。随后他转过身，回到了房间里上了锁。踹门声和谩骂声瞬间在门外炸响，整扇门都在震颤。可许南之充耳不闻，回到书桌前抽出了新的卷子。高考前夜，许明远换了身衣服，站在玄关处低头系鞋带。拿着。这么多？许母拍了拍他的手，语气温柔：“你这阵子也辛苦了，今天就当提前放松一下，跟朋友出去玩归玩，别闹太晚，耽误考试。”知道，我有分寸。许父坐在沙发上，叮嘱了一句：“高考前放松放松也好，别喝太多。”许明远把钱往口袋里一塞：“就吃个饭，顺便庆祝一下，放心吧。”玄关门一开一关，脚步声远去，客厅里很快安静下来。许南之坐在书桌前，把准考证拿出来看了一眼，再次检查了考试用品，上床睡觉。第二天一早，他准时起床，打开房门的时候，许母正围着许明远转。东西都带了吗？小心别落下。都带了，别紧张。我能不紧张吗？今天可是高考。许父也难得起得早，站在玄关边看着儿子。昨天睡得还行吧？你也好好考。他嗯了一声，看着那扇门关上了。许南之把剩下的豆浆喝完，抽了张纸擦手，拿起自己的透明文件袋，也出了门。他坐在考场靠窗的位置上，把考试用品一一摆好，闭上眼，缓缓吸了口气。许南之，你等这一天太久了，别紧张，别往后退。铃声响起，监考老师开始分发试卷。许南之下笔很顺畅，几乎没有题目卡顿。第一场结束，许南之刚走下台阶就被人堵住了。姐，考得怎么样？还行。还行是多行？作文顺不顺？古文有把握吗？选择有没有拿不准的？许南之忽然觉得有点好笑，别人考完再对答案，再抱怨题目难，他堵在这儿，想从他嘴里套出一个范围，好去推自己的分数。他把准考证往文件袋里塞好。没对答案，不知道。许明远盯着他看了2秒，像是不太满意这个回答。你连自己考得怎么样都没说，考完就过去了，纠结也没用。中午时分，天空毫无预兆地下起了大雨。许母在高档连锁酒店里订了一间钟点房，桌子上还摆着专门打包过来的热汤海参饭。当许南之走到钟点房门前时，许母将许南之死死拦在了走廊外面。你就别进去了。许母一手扶着门把，不耐烦地上下打量了一眼他。明远中午在考场上睡落枕了，现在脑瓜音疼得厉害，他现在需要好好睡一觉，你进去待着会影响他。所以我该去哪里？随便哪里，底下不是很多小商店吗？总之别在门口磨蹭了，影响这屋里的空气。许南志最后去了便利店，随便买了点面包填饱肚子。为了提神，还买了一瓶冰镇矿泉水。下午2点开始考数学，就在写到第2道大题时，许南志腹部忽然绞了一下，手里的笔差点直接脱手。监考老师很快注意到了他的异样，走到他桌边俯身询问：“同学，你脸色很差，要不要叫人？”许南志一只手捂着小腹，另一只手死死捏着笔，他的生理痛毫无预兆的来了。也许是因为那一瓶冰水，这一回似乎更难熬一些。他深吸了一口气，缓了2秒才挤出一句：“不用，我能继续。”老师皱眉，撑不住要立刻说。许南之点头，他咬住后槽牙，指甲狠狠掐进掌心。不行，不能停。许南之强撑着往下理思路，到最后一道压轴题时，他额前的碎发已经被冷汗打湿，可他手上的笔却越来越稳。铃响的时候，许南之整个人几乎是靠意志站起来的。他跟着人流往外走，到教学楼后面那片没人的空地时，脚下一软，直接蹲了下去，闭着眼缓了很久，直到那阵最厉害的绞痛慢慢退下去，呼吸才一点点匀了。这时他的手机震了一下，是许明远发来的消息：“数学怎么样？”许南之低头看着屏幕，回了2个字：
正常。消息刚发过去，对面几乎是秒回了一个咧嘴笑的表情包，像是在说我就知道。许南之看着那个表情，眼里没有一丝波动。第二天的理综和英语，许南之的状态反而彻底稳了下来。最后一科结束，许南之随着人流走出教学楼，站在门口的台阶上，微微抬起头，身后忽然有人急急喊他。许明远拨开人群冲了过来，考得怎么样？这次总该有数了吧？许南之看着他，忽然笑了，考得很好。许明远眼睛瞬间亮了，有多好？许南之一字一句地说，前所未有的好。这句话像是一把火，直接把许明远的情绪点着了，他脸上的笑几乎一下子压不住，连声音都拔高了。真的吗？许南之点头，真的。下一秒，许明远转身就往校门口跑，边跑边朝许父许母挥手。爸妈，我姐说她考得特别好，那我肯定考得更好。许母一听立刻笑开了花，拉着许父就迎上去。我就知道我儿子这次稳了。许父脸上也全是遮不住的喜色。走，先回家，回去再说。许明远被他们围在中间，脚步轻快的几乎要飘起来。许南之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唇角慢慢弯起。高考结束后的暑假，许明远彻底放飞自我，不仅把手机电脑全换成了顶配，还拿着爸妈辛苦攒下的钱，跟着一帮狐朋狗友出去挥霍了一圈。朋友圈天天更新的全是吃喝玩乐。有一天晚上，许南之刷到他发的朋友圈，是一张在高级餐厅吃饭的照片，配文是未来状元提前庆祝中，下面一堆人点赞评论，远哥牛啊，以后发达了别忘了兄弟们请客请客，这顿不算，等你成状元百大的，明远你也太强了吧，感觉已经稳了。许南之指尖停在屏幕上，只觉得荒唐，他把手机按灭放回桌上，转身出了房间。第二天傍晚，许南之趁着许母在厨房摘菜，开口提了一句，妈，我想回乡下一趟。许母头也没抬，回去干什么？许南之站在门边，语气平静，去看看爷爷，挺久没回去了，我想带点东西过去，再留2天。许母手上动作顿了顿，随即又继续摘菜，声音里带着明显的敷衍。以后再说吧。许南之抿了抿唇，我查过了，来回车费不贵，你给我一点路费就行，别的我自己省着花。这回许母直接把菜篮子往水池边一放，抬头看了他一眼。家里哪还有钱？许南之看着他，上周不是刚给许明远买了电脑和手机？许母的眉头一下皱起来。那能一样吗？你弟马上要上大学了，设备不得配齐，他以后前途大着呢，用钱的地方多。许南之扯了下嘴角，我只是回去看爷爷，连这点路费都没有。许母回得干脆，没有。你没看明远最近要用钱吗？和同学出去应酬，人情往来都要花。再说了，他刚高考完，心情好，花点钱怎么了？许南之盯着他没说话，许母被他看得有些不自在，声音反倒更冲了。你这么大个人了，回趟乡下还伸手问家里要钱，丢不丢人？客厅里，许父听见这边动静，随口补了一句，你要是真想去，就自己想办法，别总指望家里。一句话把所有路都堵死了。许南之站了几秒，忽然觉得恶心的厉害，他没再多说什么，转身回了房间。外面许母还在不满的念叨，一天天净想些没用的，家里什么条件他自己心里没数吗？许父也只是嗯了一声，像是在附和。许南之坐在床边，桌上还放着爷爷上个月托人带来的半袋晒干的红枣，外面用旧报纸一层层裹着。他伸手摸了摸那层发硬的纸壳，心里最后那点对这个家的期待也彻底冷了下去。第二天一早，许南之就出门了，他去了城北的批发市场，站在一家水产档口外问老板，招临时工吗？老板抬头看了眼许南之，你能干什么？他语气平静，分拣、装袋、搬箱子都行。老板上下打量他两眼，这儿不是奶茶店，也不是超市收银，我们这儿手上慢了，整天都别想歇。许南之点头，我知道。老板有些奇怪，知道你还来？许南之回答的直白，我缺钱。闻言，旁边一个正在套手套的大姐看了他一眼，先让他试试吧，今天不是正好缺个帮忙装货的吗？老板啧了一声，到底还是松了口。行，先跟着干一天，要是嫌累自己走，工钱按半天算。许南之点头应了，他刚开始动作生疏，几次差点把标签贴错。老板站在旁边盯了他一会儿，不耐烦的提醒，快点，后面还有单子呢。许南之低声说了句知道了，动作立刻更快了。忙完分拣，他又开始跟着人往小货车上搬箱子，肩膀和手心被箱子边缘磨得发红。一旁的大姐看他咬着牙一句不吭，忍不住疑问，你还是学生吧？许南之嗯了一声，刚高考完。大姐有些诧异，那你跑这儿来干嘛？他弯腰把一箱货放到拖车上，喘了口气，挣点路费，想回乡下看爷爷。那大姐看了他2秒，语气忽然软了些，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去后面喝点水，别硬撑。许南之低声道了谢。第一天回家时，许母一看见他就皱眉，你这是去哪儿了？身上一股怪味儿。许南之把包放下，找了份活，批发市场帮忙。许母像听见了什么笑话，嘴角一撇，你倒是不嫌丢人。沙发上，许明远正靠着抱枕打游戏，闻言把耳机推下来一边，笑得肩膀都抖了。姐，你不会去卖鱼了吧？许南之没理他，许明远见他不接话，反而更来劲。早说啊，缺那点钱我借你，等我成了状元，别说车费，给你报个旅游团都行。他说完自己先笑了出来，许母也跟着道，你弟跟你开玩笑呢，你说你家里待着不好吗？非跑出去吃这苦。许南之换了鞋，平静地丢下一句，
至少那是我自己挣的。说完，他拎着包回了房间。客厅里安静了2秒，许明远吃了一声，脾气倒不小。第二天，许南之照旧4点半起床。接下来的半个月，他一直泡在那个市场里，最累的时候站着都觉得腰发僵，可他一次都没喊过不干。老板起初还嫌他手慢，后来见他每天都准时到，活也越做越利索，语气终于缓和了些。有天中午，老板把盒饭递给他，你这小姑娘看着文文静静的，倒挺能扛，家里人舍得让你来。许南之接过盒饭，低头掰开一次性筷子，语气平平：他们不管。老板看了他一眼，把一瓶矿泉水放到他手边，那就多吃点，半个月后结工钱。老板拿着计算器按了半天，把钱一张张点给他，一共1160，你自己数数。许南之接过来，认真数了一遍。对的。老板把围裙往腰上一系，瞥他一眼，以后要是还来，提前说。旁边那个照顾过他的大姐立刻笑了，这是觉得你干得不错了。老板白了他一眼，我只是不想临时找不到人。许南之把钱仔细收进包里，冲2人点了点头，道了谢。从市场出来后，他零零散散挑了些给爷爷的东西。最后到茶叶店时，老板一边装袋一边笑：给家里老人买的吧？许南之点头，给爷爷。老板夸了他一句，那老人家肯定高兴。他接过袋子，低头看着里面装好的东西，眼神终于柔和了些。是啊。查分那天，许家提前办了升学庆功宴，酒店门口竖起了巨大的迎宾牌，热烈祝贺许明远同学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许母解释的理直气壮，反正结果都差不多，早点办晚点办有什么区别？等成绩一出，正好双喜临门。许父虽然嘴上说着别太张扬，可最后还是默许了。许明远今天打扮的精致，站在大厅中央和人寒暄时，下巴微微抬着，像已经习惯了所有人围着他转。许家一个远房婶子感叹：明远今天可真精神，这气质一看就是名校学生。我早就说了，这孩子有出息，脑子活人也会来事，不像有些只知道闷头学的。他眼睛往角落里瞟了一眼，许南之安安静静坐在那边，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茶。一个远房舅舅端着酒杯，凑到许父旁边，笑得满脸通红。老许，你们家这次是真要出大人物了，一个清北苗子，一个也不差，真是祖坟冒青烟。许父嘴上谦虚，脸上的笑却怎么都压不住。还没出分，先别说那么满。旁边有人立刻接话：这还用等出分？明远平时模考不都第一吗？这次肯定稳。又有人顺势夸道：明远不光成绩好，还孝顺。上次我见他，还知道主动给长辈倒茶，这样的人到哪儿都吃得开。许母一听，笑得眼尾都挤出了褶子。我们家明远从小就懂事。就在这时，一个小表妹跑到许明远身边，满眼羡慕地看着他：明远哥，你今天也太帅了吧！等会儿查分要是出了省前几，你可一定得发朋友圈艾特我，我要蹭蹭学霸喜气。旁边几个年轻人顿时笑着起哄：蹭什么喜气？等会儿直接合影啊！快到时间了吧？一会儿谁来查分？许明远靠在椅背上，嘴角的笑藏都藏不住。急什么？真要是名次够靠前，招生办会先打电话来的。这话一出，周围立刻一阵附和。对，我听说过，顶尖高校会提前联系。那明远这手机今天可得盯紧了，一会儿要是真有电话进来，可得开免提，让我们都听听。许明远笑着应了一声，神情从容。许母更是忙前忙后，不停招呼服务员把果盘和甜点往这桌送，而许南之始终坐在边上，像个无人在意的影子。直到查分时间临近，厅里的人声才渐渐收拢，注意力都往主桌那边聚过去。就在这时，一阵手机铃声突然响了，所有人都下意识看向许明远，可亮起来的却是角落里许南之的手机。许明远原本轻松的神色顿住了，眼睛死死盯了过去。许南之的电话那头传来清晰的男声：请问是许南之同学吗？这里是庆大招生组，我们想提前了解一下你的报考意向。许南之坐直了一些。你好，我在听。周围一下安静了，离得近的几桌人听到后面面相觑，一时间没人说话。可这还没完，几所顶尖高校的老师接连来电，语气一个比一个客气。许南之一应答：谢谢老师，我会认真考虑，麻烦您了，暂时还没有最后决定。而他越是从容，宴会厅里的气氛就越是微妙。许明远坐在那儿，手机一次都没有响过，脸上的笑已经快挂不住了。旁边一个亲戚干笑着打圆场：这种事也说不准，也许明远的电话还在后头。许明远立刻接过话：对，重头戏一般都压轴，可这一次附和他的人明显少了许多。徐母也察觉到不对，勉强笑了笑。是啊，明远这个分数，说不定学校那边还在抢呢。许南之没有看他们，只是把手机轻轻放回桌上。几分钟后，查分通道正式开启，顿时整间宴会厅都热闹起来。许明远被一群人围在中间，退都退不开。许母和许父一左一右站着，像是在守着即将到手的荣耀。这时许母像是才想起许南之，隔着半个宴会厅朝他问了一句：你查了没？许南之低头看着自己手机上的页面，指尖缓缓收紧，随后抬起眼把手机屏幕亮了出来。查到了741分。闻言厅里像炸了锅。我的天，这分数也太高了吧，这已经不是考得好，是要冲省前几了吧。可许母只是愣了一下，随即干巴巴地点点头，还不错。说完他猛地转身扑到许明远身边，声音比刚才更兴奋：快，明远，你肯定更高。
许明远被人围在正中，脸色有些发白，只能硬着头皮开始查分。旁边还有亲戚不断催促：“别紧张啊，明远你肯定压轴，你不是一直都比你姐高吗？这次肯定也稳。”许明远没有说话，只死死盯着屏幕，按下了确认键。页面跳出来的那一秒，他脸上的血色退得干干净净，许母的笑容也僵在脸上。这是什么？许父也一把手机拿过去，看见总分那一栏写着751，全场骤然死寂。几秒之后，一个远房亲戚还没反应过来，下意识张口就夸：“明远果然厉害啊，又比你姐高10。”话说到一半，他自己先卡住了。旁边有人声音发虚的提醒：“等一下，高考满分不是750吗？”空气瞬间凝固，许明远的嘴唇抖了一下，猛地把手机抢回来。系统错了。他声音发紧，额角都冒出了汗。今天查分的人太多，肯定是系统崩了。说完，他低头疯狂刷新页面，结果却没有半点变化。许母连忙伸手去拦：“是不是网络不好？退出再进。”许父脸色铁青：“换个手机查。”立刻有人把自己的手机递了过来：“对，换个设备看看。”许明远像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一把抢过那部手机，手指发颤的重新输入信息。所有人都盯着屏幕，连呼吸都轻了。跳出来的结果没有改变，许明远连最后那点侥幸都没了。那个多出来的1分，像一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了他脸上。就在这时，大门忽然被人从外面推开了，所有人都下意识回头，门口站着几个工作人员，神情都很严肃。原本守在门口的酒店迎宾被这阵仗吓得推到一边，连话都不敢多说。刚才还喧闹的宴会厅，瞬间静的只剩空调送风的声音。为首的工作人员扫了一眼全场，谁是许明远？没有人应声。许母反应最快，勉强挤出一个笑：“同志，是不是弄错了？今天家里办宴席，您这是……”那名工作人员没有接他的话，只公事公办地出示了证件：“我们是市教育考试院联合核查组，配合辖区民警过来了解情况。”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楚：“系统后台监测到该考生分数数据存在严重异常，目前需要本人配合调查。”旁边的警察也接过话：“请许明远跟我们走一趟，做个笔录，核实具体情况。”这句话一出，场面一下就乱了，窃窃私语像潮水一样在人群里散开。刚刚那些还围着许明远夸的亲戚，这会儿全都不自觉地往后退了半步，生怕沾上什么似的。许明远腿一软，整个人直接跌坐在了地上。许母被这一幕吓得尖叫了一声，连忙扑过去扶他：“明远，你怎么了？”许父也变了脸色，快步上前挡在儿子身前：“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孩子就是查个分，怎么还惊动警察了？”核查组的人神情没有半点松动：“我们只是按程序来。”为首那人看了一眼地上的许明远：“如果没有问题，调查清楚，自然会还他清白。但现在这个异常必须解释。”许明远整个人都在抖，额头上的汗一层层往下冒。他死死抓着许母的袖子，声音颤得不像话：“妈，我没有，我什么都没干。”许母这下是真的慌了，她猛地抬头，在宴会厅里急急扫了一圈，目光定在了角落里的许南之身上。下一秒，她冲过去，一把拽住许南之的胳膊，直接把他往前狠狠一推：“是他！”她指着许南之，脸上满是惊惶和急切：“肯定是他干的，他嫉妒明远成绩好，偷偷动了手脚。同志，你们抓他，这事跟明远没关系。”许南之被推得踉跄了半步，看向许母的眼神很平静。他早就知道这个家偏心，知道父母会为了许明远一次次踩他，可到了这一刻，他才真正看明白，原来在他们眼里，他是随手就能扔出去挡刀的那一个。许母还在喊：“他天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谁知道是不是学了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他心眼小，肯定见不得明远好。”许父也像突然找到了出口，立刻跟着接话：“对，我们家这2个孩子一直有竞争，他心里不平衡也正常。同志，你们查他。”许明远瘫坐在地上，听着父母把所有矛头都往许南之身上引。他抬起头看了女孩一眼，眼底还有惊惧，却没开口反驳。许南之忽然笑了一下，他把许母抓着他的手腕甩开：“说完了。”他的声音不高却很清晰：“我不是黑客，也不会篡改系统。”许南之转头看向核查组和警察，语气平静的近乎冷锐：“我叫许南之，今年高考总分741，异常分数不在我这儿，在他那边。”他抬手准确无误的指向地上的许明远：“那个查出751分的人是他。”这句话像一把刀落下，许母的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完整的话。许父恼羞成怒，眼看场面彻底压不住，竟突然冲了上来，扬起手就要往许南之脸上扇：“你这个逆女，你胡说什么？”可他的手还没落下，就被许南之一把攥住了手腕。“你敢动我一下试试？”许父被他看得心头一跳，气势竟一下泄了半截。许南之却没有松手，反而逼近半步：“警察就在这里，教育局的人也在这里。现在的我是各大高校抢着联系的人，你今天这一巴掌要是落下来，看看明天上新闻的是你还是我。”许父脸色彻底变了，他大概怎么都没想到，一向被他们拿捏得死死的女儿，会在这种场合当着所有人的面把话说得这么绝。就在这时，领头的警察上前一步，语气比刚才更严肃了些：“家属先冷静，谁有问题，我们会依法核查，不是靠你们在这里互相指认就能定的。”说完，他低头看向地上的许明远：“起来，跟我们走一趟。”闻言，许明远一下就冒出了哭腔：“我不去，我真的什么都没做，爸妈，你们救我！”许母扑过去抱住他，声音都变了调：“同志，孩子还小，
他肯定是被冤枉的。一旁的工作人员皱眉提醒：成年了，而且只是配合调查，不是定罪，请你们不要妨碍公务。最后，许明远还是被2名警察扶了起来，脚下发软往外走。刚才还满厅热闹的庆功宴，转眼就成了一地鸡毛。亲戚们三三两两凑在一起，低声议论。这种事根本捂不住，甚至不到晚上消息就已经传开了，词条一个接一个往上窜，评论区热闹的像过年。笑死，作弊都不带脑子的吗？满分750，你考751，是准备突破人类极限，这已经不是翻车了，这是把车开进悬崖，还自己按了喇叭。家长更离谱吧？第一反应不是查清楚，是推另一个孩子出来顶锅。那个741分的姐姐也太惨了。很快又有人顺藤摸瓜，扒出了许明远之前的社交账号，评论区更炸了，舆论几乎是一边倒，没有人相信许明远无辜。而此时的许南之正坐在酒店走廊尽头的长椅上，低头一条条翻着那些评论，心里有一种迟到了太久，终于落到实处的痛快。他等这一刻等了整整18年，等别人看清许明远，现在这一切终于摆到了阳光底下，再也遮不住了。调查结果出来的很快，许明远的成绩异常，教育考试院最终决定启动专项复核程序，由许明远本人参加一次独立复核考试，重新核验其真实学业水平。消息传回家里那天，客厅里压抑的像一口闷锅，许明远窝在沙发上刷手机，脸色本来就不好看，这2天网上骂声一片，他已经把社交软件能关的都关了，朋友圈也删得差不多，整个人明显瘦了一圈。许母拿着手机站在茶几旁，手心里全是汗。许父一支接一支的抽烟，烟灰缸都快满了。电话一挂，许明远立刻抬头，怎么说？许母张了张嘴，声音发虚。考试院那边说要安排你参加一次复核考试。许明远愣了一下，随即猛地坐直。什么意思？许父把烟头摁进烟灰缸，脸色阴沉。意思就是你得重新考一遍。许明远像被人当头砸了一棍，整个人一下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凭什么让我重考？出问题的是系统，不是我。他们查系统去啊，凭什么让我来承担？他越说越激动，抬脚就把茶几边的小板凳踹翻了。许父眉头猛地皱起，低声喝道：“你小声点，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许明远眼圈发红，胸口剧烈起伏。我还怕什么？我现在都成全网笑话了，你们还让我小声？许母赶紧冲过去拉他：“明远，你先冷静一点，复核也不一定是坏事，只要你正常发挥。”许明远猛地甩开他的手，声音尖的刺耳：“你让我怎么正常发挥？”这句话喊出来，许母也僵了一下。客厅里一下安静了。楼梯口，许南之站在那里，把底下的话听得一清二楚。他手里还拿着刚泡好的水，目光落在几人身上，神情淡得几乎看不出情绪。许母最先回神，下意识地转头看向他：“南之，你先下来。”女孩站了2秒，到底还是顺着楼梯慢慢走下去。刚到客厅，许母就一把拉住他，像是抓住了什么救命稻草。你弟这次复核考试，你陪他一起去。许南之抬了下眼。陪他？许母越说越急。对，你就坐在他旁边陪他一起考。你弟现在状态太差了，他一个人肯定顶不住，你在边上，他心里能稳一点。这句话说得太自然了，许南之看着他，忽然有点想笑。我已经考完了。许母皱着眉，语气里甚至带上了责怪。考完了怎么了？你就不能帮帮你弟？又不是让你替他写。许父也在一旁沉声开口：“南之，这件事关系到我们全家的脸面，你弟要是一个人进去，心态肯定崩。你陪他考一次，至少能让他稳住。”许南之站在原地没接话，许明远却突然抬起头冲了过来，像抓到了最后一根绳子。对，你陪我一起考。他声音发哑，盯着许南之：“你坐我旁边，和以前一样，只要你在我就能考出来。”这话一出口，许南之看着他，眼神一点点冷了下来。原来到了这种地步，他连装都不装了。许母还在一旁催：“你听见没有？你弟都这样了，你就不能体谅体谅他？”许南之终于开口：“为什么？”许母一愣：“什么为什么？”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楚。为什么我要陪他重考？我的高考已经结束了，我的分数已经出来了，你们凭什么觉得我还要再陪他进一次考场？许明远从来没想过他会这么问，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涌上一股难堪和恼怒。见状，许母先一步抢着开口：“平，我们是一家人，明远是你弟弟，他现在出了事，你帮一把怎么了？”许南之扯了下嘴角：“我考741的时候，你们谁替我高兴过？”一句话把许母堵住了。许父脸色一沉：“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许南之打断了他的话，抬眼看着他们：“可你们只会在需要我的时候才想起我们是一家人。他花家里的钱出去挥霍，你们说他高考辛苦应该放松，我要回乡下看爷爷，连路费都没有。现在他分数出事了，你们又要我陪他重考，哈！”他顿了顿，语气更冷：“你们到底是把我当家人，还是当工具？”许母脸色顿时难看起来：“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许明远彻底急了，他猛地扑上来，一把抓住他的胳膊：“许南之，你必须陪我考，你听见没有？你必须去，你不去我怎么考？”许南之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被抓住的手臂，下一秒他猛地一甩，直接把许明远的手甩开了。“我说我已经考完了。”他盯着许明远，眼神冷得像结了冰。“为什么还要陪你重考？”许明远被甩得往后退了一步，整个人都愣住了，完全不能理解许南之为什么会拒绝，仿佛这么多年他就该站在原地，任由他索取。许母一看儿子吃了亏，立刻冲上来拉偏架：“南之，你什么态度？你就不能懂点事吗？”许父也压着火开口：“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闹成现在这样，传出去丢的是全家的脸。”许南之看着他们，忽然觉得可笑的厉害。
全家的脸面，那是许明远的脸面，从来都和我没关系。说完，他转身就走。许母急了，快步追上去拽他。你不能走，你给我回来把话说清楚。许南之头也没回，直接甩开他的手，走进房间，反手锁了门。许母拍着门板喊：“你开门！你怎么这么冷血？”许父也跟着劝：“你别犯倔，这事儿不是你任性的时候。”许明远更像疯了一样，用力踹了一脚门：“你给我出来！你不能不管我！”许南之站在书桌前，听着门外那些熟悉的声音，只觉得异常安静。他们已经习惯了从他这里拿东西，可这一次他不会再给了。这种荒唐要求当然不可能被允许。许母后来甚至真的打电话去问，能不能以稳定考生情绪为由，让家属或者双胞胎亲属一同进场陪考。结果教育考试院那边回得非常直接，复核考试只针对涉事考生本人，全程独立完成，任何陪考陪做活、同场答题请求一律不予批准。3天后，许明远被通知去参加复核考试，许母一大早就跟着去了，嘴里不停念叨着：“别慌别怕，正常发挥。”而许父一路沉着脸，连看都不看许明远一眼。与此同时，许南之待在家里，把屋子收拾了一遍，又给爷爷打了个电话，问他最近身体怎么样。电话那头老人絮絮叨叨说了半天，他安安静静听着，语气比平时柔和了不少。傍晚的时候，门开了，先回来的是许父，脸色沉得吓人。许母跟在后面，眼圈通红。最后进门的许明远脚步虚浮，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骨头，连鞋都没换就跌坐在玄关边。客厅里没人说话，可许南之已经从他们的神情里猜到了结果。过了很久，许父才像从牙缝里挤出一句：“289分，连300分都不到。”许母一下捂住了嘴，眼泪又掉了下来。怎么会这样？许明远低着头，这就是在没有许南之之后，他真正的水平，连体面都算不上。许父盯着他，胸口剧烈起伏了几下，终于忍不住低吼出声：“你告诉我，你这半年到底都干了什么？”许明远嘴唇颤了颤，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许南之站在楼梯拐角，安静地看着这一幕，神色很淡。消息传得很快，林毅打电话过来的时候，他正在收拾东西。南之，官方公布许明远的复核成绩了。许南之坐在床边嗯了一声，林毅语速快得像倒豆子。现在全网都炸了，评论区已经疯了。289啊，南之，你知道这是什么概念吗？比有些裸考的人还低。许南之垂下眼，289这个数字低到荒谬，也比任何解释都更有力。电话那头的女孩感叹着：“现在全班都传疯了，有人说复核那张卷子比高考还简单，他只考了289，之前那些吹他的老师全部吭声了。”许南之没吭声，察觉到他这边太安静，林毅的声音缓下来：“南之，你没事吧？”他缓缓吐出一口气，唇角一点点扬起来：“没事，就是觉得这一天来的有点晚。”挂了电话后，他站起来走到了窗边。许南之看了一眼窗外，打开了手机，官方号的评论区已经彻底失控了。我以为能掉个100分，结果直接掉到地板下面去了。之前不是吹什么天赋型选手吗？原来天赋全用在做梦上了。751和289放一起看，像诈骗广告和消费者维权现场。很快有人开始翻许明远以前留下来的痕迹，一点点把他过去的成绩和表现拼了出来，发现许明远始终掉在中下游。没过多久，就有人专门做了一张对比长图，从高1到高2，许明远的成绩一直没什么起色，可偏偏到了高3后半段，他的分数像被人拽着往上提一样，次次压许南之10分。这张图一传开，连不懂教育的人都看出毛病了。这哪叫逆袭，这叫悬浮。别人提分靠刷题，他提分靠玄学。而另一边，许南之的成绩也被人翻了出来，他这些年太稳了，几乎没有失手的时候。两相一对比，舆论瞬间一边倒。这才叫真学霸，稳定的可怕。一个是10几年稳扎稳打，一个是高3后半年突然飞升，谁真谁假还用说？许家真是绝了，把真的那个当工具，把假的那个当宝贝供着。还有人说得更狠，怪不得那个弟弟离了姐姐就原地现形，原来以前一直踩着姐姐的成绩活着。289分还好意思办升学宴，脸皮是防弹的嘛。突然觉得741那个姐姐不是惨，是惨绝人寰。许南之看着看着，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的自己。那时候他总觉得，只要成绩够好、够懂事、够争气，父母总有一天会正眼看他。后来他才明白，他考得越好，在那个家里就越不是自己。他只是许明远的参照，是他用来抬高自己、垫稳自己的那块踏板。父母从来不是真的在意他有多优秀，他们在意的是只要他还在往前考，许明远就能借着那股力，被所有人捧成更耀眼的那个。想明白这一点后，他竟没觉得难过，只觉得恶心过后，剩下的全是轻松。至少现在，这层遮羞布终于被所有人亲手扯下来了。许家的日子也从那天起彻底变了味。以前许明远不管走到哪，都有人主动凑上来说话。现在别说学校里那些同学，就连小区门口便利店的老板见了许明远，神情都带着点说不出的古怪。有一回，许母去楼下拿快递，刚转过拐角，就听见2个阿姨站在树荫底下议论：“你听说没？那个751分，后来复核考了289。”早听说了，笑死人了。以前还总在楼下夸他儿子聪明，原来聪明成这样。不是说家里还有个姐姐吗？真厉害的是姐姐，偏偏他们把假的那个捧成宝。许母脚步一顿，手里的快递都差点没拿稳，她脸上一阵红一阵白，想张嘴反驳，可那2个阿姨一看见她，立刻装作若无其事的转了话题。许父那边也没好到哪里去，以前单位里有人见了面，总会夸一句你家孩子争气。现在大家虽然不当面提，可那种刻意绕开的态度，比直接戳破还让人难受。有天他下班回来，刚进单元门，就碰上隔壁楼的老周。老周平时最爱跟人聊天，那天却只是冲他点了点头，神情尴尬的笑笑。回来了啊！许父也嗯了一声，刚准备走，身后又传来一句压低了的议论：“就是他吧，那
那个289分的家长。声音不大，却能听得清清楚楚。许父背脊一下僵住，脚步都顿了半秒。至于许明远本人，倒没有像以前那样大吵大闹。他先是注销了最常用的社交账号，又把手机卡拔了，连新买的电脑都被他自己砸坏了半个键盘。可砸完之后，他又缩回房间，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把门反锁上，不拉窗帘也不开灯，整个屋子一直阴沉沉的。徐母把饭做好放在门口，明远，吃一点，别跟自己过不去。里头安静半天，才传来一声嘶哑的放着。门开一条缝，一只手把盘子拖进去，马上又重重关上。有一次许父忍不住隔着门板沉声说：“你总这么躲着，算怎么回事？”里面静了几秒，忽然许明远压着哭腔的吼声：“那你要我怎么办？你们不是说我聪明吗？不是说我比他强吗？现在所有人都知道了，你们满意了吗？”门外一下没了声音。许父站了一会儿，到底还是沉着脸转身走了。许母站在那儿抹眼泪，却也不敢再敲门。与此同时，许南之正赶着车回老家。他刚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下，就看见爷爷已经站在那儿等着了。老人先是眯着眼认了认，紧接着就笑了：“回来了。”许南之心口一松，快步走过去：“爷爷，你怎么还出来接我了？”爷爷伸手要去接他的箱子，怕你拎不动。他立刻笑着躲开：“这个我自己来。”爷爷也没跟他争，只把他肩上的书包拿了过去。怎么这么沉？又带一堆书。许南之跟在他身边，脚步慢了下来。带习惯了，反正也装不了别的。爷爷哼了一声：“回家了还看书，也不知道歇歇。”话是这么说，他嘴角却是翘着的。老宅还是老样子，和他小时候离开时几乎没什么两样。一进门，爷爷就先把量好的绿豆汤端了出来，先喝2口。路上热坏了吧？许南之接过搪瓷碗，喝了一大口，冰凉微甜的汤水顺着喉咙滑下去，整个人都像活了过来。他抬头看了眼屋里，桌上放着一封拆开的快递袋，旁边压着他的录取通知书，红色封皮端端正正摆着，像是被人来回看过很多遍。爷爷顺着他的视线看过去，咳了一声，被过手故意装的平静。我就看看字印的清不清楚。许南之忍不住笑了，看了几遍。爷爷瞪了他一眼，没几遍。可那眼里的得意怎么都藏不住。那封清北医学院的录取通知书，爷爷从邮递员送来那一刻起，就恨不得逢人都拿出来说一遍。许南之把通知书拿起来，轻轻抚了抚封面。只要等到8月底开学，他就能真正离开许家了。老家的夏天热得厉害，可许南之待在这里心是安的。早上天刚亮，他就跟着爷爷起来，先去鸡窝边撒把玉米，再把院角那2桶水提满。爷爷腿脚不算利索，弯腰喂鸡时总要扶一下膝盖。他看见了就抢在前头把活接过去。爷爷站在旁边看他。回来几天，竟跟鸡鸭打交道了。许南之把最后一把谷子撒出去，拍了拍手。那也比看人脸色强。爷爷动作顿了一下，没接这句话，只转身去拿扫帚扫院子。吃饭时，爷爷总把鸡蛋往他碗里夹。你现在正长身体。许南之低头咬了口鸡蛋，没戳破这句话。他都已经18了，早过了长身体的年纪。可在爷爷眼里，他好像一直都是那个瘦瘦小小，放在老宅门口都嫌风大能吹跑的孩子。上午太阳没那么毒时，许南之就搬把竹椅，坐在院子里看书。爷爷看不懂那些复杂的专业词，只知道孙女在看正经书。路过时总会把脚步放轻。有一回，他端着刚切好的西瓜从屋里出来，见许南之看得认真，也没打断，只把盘子轻轻放到他手边。过了一会，他才注意到，爷爷，你叫我一声啊。爷爷摆摆手，又把蒲扇塞到他怀里。你看你的，边吃边扇，别中暑了。许南之笑着应了一声，低头咬了口西瓜。下午不那么热时，他会陪爷爷去田边转转，再沿着山脚那条土路慢慢走回来。村里人见了爷爷，都爱多看许南之2眼。许头，这是你孙女回来了。爷爷被一听语气都亮堂了不少。回来了，考上大学了。村里人就顺着问下去，哪儿的大学？爷爷嘴上说的含糊，北京的学医。可那股藏不住的高兴，隔着老远都看得出来。许南之站在一旁，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那点说不清的酸涩慢慢化开了。从记事起，他就是在这间老宅长大的。父母把他送来时说的很好听，乡下空气好，适合养身体，小孩子在村里跑跑跳跳，比城里强。可后来他长大了，就慢慢明白，那些话不过是遮羞布，说到底不过是嫌他碍眼。爷爷从来不在他面前说父母不好，只是日复一日的照顾他。小时候他趴在炕桌边写字，爷爷就在一旁点着字教他念。他说的最多的一句话，许南之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人活一辈子，别想着靠别人。他在老宅一住就是20多天，爷爷喜欢搬张矮竹凳坐门口，一边摇蒲扇一边和他说话。你爸小时候可皮得很，爬树掏鸟窝，摔下来还不敢哭，怕我揍他。你妈刚嫁过来那会儿，手脚利索，5更天就起来烧灶。那时候家里穷，逢年过节吃顿肉都算稀罕。许南之安静听着，偶尔应一声。他听着那些故事里的父母，像在听别人的人生，因为在他的记忆里，那2个人从来不是那样的。他们留给他的更多是冷眼和敷衍，还有一次次理所当然的牺牲。爷爷捏着蒲扇柄，慢慢叹了口气。爷爷这辈子没啥本事，能把你拉扯大就不错了。以后你走出去，活成个像样的人，我就安心了。许南之低下头，盯着脚边的泥地，喉咙一阵发紧。从小到大，真正盼着他好的人，好像只有爷爷。他认认真真的看着他长大，一天一天盼着他走远一点。许南之压了压鼻尖那阵酸意，抬起头，声音很轻：爷爷，等我上大学了，以后工作了，我接你去城里住。爷爷一听就笑了，他摆摆手：城里我待不惯，车多人也多，吵得脑壳疼。你有这个心就行了。许南之没再劝，只轻轻嗯了一声。
那天夜里，他躺在老宅的土炕上，侧过脸看见桌上那封录取通知书，在月光下露出一角红边，那是他自己一步一步拼出来的路。他闭上眼，心里第一次那么清楚的明白，他早就不是谁都能随意踩下去的人了，更不是谁的垫脚石。接到徐母电话的时候，许南之正在院子里帮爷爷摘菜。接通后，他听到电话那头很吵，徐母的声音又急又乱。许南之，你现在在哪儿？女孩听着他这语气，眉心已经先皱了起来。在老家，怎么了？徐母语速飞快，你录取那边出了点手续问题，学校寄来的材料里有个户口迁移和助学档案确认单，说必须本人回来补签，还得带家里的证件一起去弄。你爸今天跑了2趟都没办下来，工作人员说再拖就耽误报到。许南之没说话，徐母大概怕他不信，又急急补了一句：这事不是小事，你现在赶紧回来，人家窗口就这几天能办，错过了还得重新走流程。他握着手机，声音很稳。哪个学校的老师联系你们的？电话那头安静了一瞬，紧接着徐母像是没听见一样，直接绕开了问题。你别问那么多了，回来再说。你爸脾气都快急上火了，你还在那边磨蹭什么？许南之不管不顾继续问：什么材料要本人补签？谁说的？在哪个窗口？联系人叫什么？这一回徐母明显卡壳了，沉默了2秒才恼火的拔高声音：我哪记得那么清楚？人家说的又快，我又不是你，反正是你上大学的事，你爱信不信，耽误了别到时候怪家里没提醒你。说完电话直接挂了。院子里一下安静下来，许南之捏着手机站在原地，脸色没什么变化，心里却已经冷了半截。爷爷察觉不对，拿过了他面前的菜盆。谁的电话？他把手机收起来。家里的。爷爷皱起眉，出啥事了？许南之语气淡淡，说我开学要办的材料出了问题，要我立刻回去补签。他顿了顿，把刚才那通电话简略说了一遍。爷爷一听脸色也变了，老人不懂大学那些手续，可一听见耽误报道，立刻就紧张起来。那你赶紧问清楚啊，别真耽误了。许南之低头，我再问。他翻开通讯录，先给招生办电话。对方听完他的问题，语气很明确：我们这边没有所谓必须回原籍补签的材料，录取手续已经完成，报到时按通知书要求携带证件即可。许南之捏着手机，轻声道谢，眼神一点点沉了下去。他想了想，又给学校新生答疑群里负责答疑的学长发了消息，不到5分钟回复就来了。没听说过这种手续，要真涉及户口迁移，也是入学后按学校统一流程走，不可能开学前让你回家单独补。许南之盯着屏幕，心里的最后一点侥幸也没了。爷爷看他脸色不对，压低声音问：假的？他点了点头。爷爷皱起眉，停下了摘菜的动作。过了一会儿，他才重重叹了口气：那你还回不回？许南之低头想了几秒，再抬起头时眼神坚定：回去。爷爷一愣，明知道他们骗你，你还回？许南之声音很轻，正因为是骗，我才得回去看看他们到底想干什么。不把这事一次掰开，以后他们还会想别的法子。爷爷看着他，嘴唇动了动，到底没拦。许南之回屋收拾东西时，把重要证件都准备了2份，还翻出了之前买的备用机，重新充满电装进内侧拉链袋里。出门前他又做了2件事，第一件是把自己最近的重要信息全部传进云盘，设了自动同步；第2件是给清北医学院新生群里的辅导员助理发了一条消息，只说家里情况复杂，自己这2天需要回去处理一点事，若超过约定时间没有上线填报入学信息，希望对方主动联系他。发完后，他又把这条消息截图转发给宿舍预分群里新认识的一个女生程明。如果我2天后还没在群里回复消息，你帮我找一下辅导员。对方几乎是秒回，行，你放心，有事你直接发我。许南之看着这句话，心里莫名安定了一点。傍晚出门时，爷爷一直把他送到村口，临上车前，老人从怀里摸出一个布包，硬塞进他手里。许南之一摸就知道里头是钱，立刻想塞回去。爷爷，我有。爷爷板起脸，有是你的，这是我的。许南之喉咙一堵，我真用不上。爷爷却把他的手按住。出门在外，手里有钱，心里才稳。说完，他把他往车门边推了推。去吧，路上注意点，真不对劲就别硬扛。许南之嗯了一声，攥紧那个布包，眼眶微微发热。等他到家时，天已经快黑透了。许南之拖着行李箱，一步步上楼，停在那扇住了10几年的门前。他对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归属感，可他知道很多东西会在这里说清楚。他抬手敲门，门开得很快。许母看到许南之，先是一愣，随后脸上堆出热络的笑：回来啦，快进来，路上累坏了吧？他没说什么，拉着箱子进了门，视线在屋里快速扫了一圈。许父正坐在沙发上看新闻，半点没有急得上火跑手续的样子。听见动静，他抬头看了他一眼。许南之站在玄关，声音平静：不是说手续出问题了吗？客厅里静了一瞬，徐母脸上的笑僵了下，随即又若无其事地接上：已经解决了，托人问了一圈，后来总算搞明白了。徐母走过来，伸手想接他的包。你爸本来也是着急，怕耽误你报到，所以才催你回来。许南之侧了一下身，没让他碰到，哦了一声，语气里听不出情绪。徐母有点尴尬，干脆换了话题：先洗把脸，妈做了饭，都是你爱吃的。许南之心里觉得好笑，脸上却一点没露，只应了一声：我先回房间放东西。许明远坐在客厅的单人沙发上，在他经过抬头看了一眼，目光里有防备还有怨毒，而许南之只扫了他一眼，
就收回了目光，回到房间关上门后，许南之先没有坐下，而是把屋里仔细看了一遍，这才从包里拿出备用机，藏进书架上一摞就试卷后面，设置好了录制模式，他才把主手机正常放在桌上，像什么都没发生一样出了门。晚饭摆了满满一桌，许母一反常态，不停地给他夹菜，他知道他们在等一个时机。果然饭吃到一半，许父先放下了筷子，语气难得放得平和。许南之，你开学还有多少天？他想了想，半个多月。许父又接着问，报到之后是不是学业就特别紧？许南之夹菜的筷子顿了顿，应该。许父点了点头。学医苦，课重，出来的晚。你一个姑娘家，以后想清楚了没有？许南之抬眼看着他。想清楚了。许父没再说话。就在这时，许母叹了口气，把话接了过去。其实我们这次叫你回来，不光是为了材料的事。他看了眼旁边低着头不说话的许明远，声音慢慢低下来：“你弟最近状态真的很差，饭吃不下，觉睡不好，人都快垮了。”许南之没接话，只安静听着。许母继续道：“这段时间他想了很多，也知道以前有些事做得过了。你们毕竟是一家人，再怎么闹也不能真的闹散。”说完，他朝许明远递了个眼色。男孩抿了下嘴唇，半天才挤出一句：“姐。”这一声叫得别扭的要命。许南之看着他没有应，许父这时才把话接过去，语气里带上了一点试探性的商量：“你弟现在这个情况，复读1年是肯定的，可他心态已经崩了。”家里想来想去，觉得最稳妥的办法是让你把入学时间往后放一放。空气在这一刻彻底静下来，许南之终于明白，他们这顿饭为什么绕了这么久，原来还是想利用他，给许明远铺路。许母见他没说话，立刻拿出一份文件放到桌上，这是一份你爸爸托人花了8000块钱从市精神卫生中心开出来的证明，上面写得很清楚，你在高3备考期间极度焦虑，有了精神疾病和自残倾向，需要静养，不能外出受一点刺激。你拿这个文件去学校那边申请保留入学资格，休学1年。这时候许明远也说话了：“姐，你那700多分的省状元脑子，闲在家里1年也是浪费。我昨天已经跟一个复读机构了解过了，可是我突然觉得去复读班太累了。既然你和我之间的分数规律还在，我又何必舍近求远？”许南之听完，忽然笑了一下：“你们骗我回来，就是为了这个？”许母立刻皱眉：“怎么叫骗？我们也是没办法。”他毫不留情：“那叫我回来签什么材料？”闻言，许母脸色一僵，许父也沉下了脸。许南之，现在重点不是这个。女孩看着他们，声音平静的可怕：“对你们来说不是，对我来说是。因为如果不骗，我根本不会回来听你们说这些。”许南之看着这一家3口，眼神一点点冷下去。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就该留下来，继续做许明远脚下那块垫脚石。许南之慢慢站起身：“我不同意。”他说得很轻，却没有半点回旋余地。话音一落，餐桌边的气氛骤然冷了下来。许父的脸色立刻沉了：“你想清楚再说。”许南之直视着他：“不用想，我的录取通知书已经到了，我会按时报到，谁也别想让我留下。”许母急了，起身去拉他的手：“你怎么这么自私？你就不能为家里想一想？”许南之往后一退，避开了他的手。我为这个家想的还不够多吗？从小到大，好的房间是他的，好的资源是他的，家里所有偏爱都是他的。我被送去乡下，被扔给爷爷带，你们什么时候为我想过？许父一拍桌子，筷子都跟着震了一下。现在不是翻旧账的时候。许南之看着他们，一字一句地说：“可你们现在要的是我的前途，你们想让我放弃今年入学，留下来陪一个复合只能考289分的人再读1年，凭什么？”289这个数字一出来，许明远的脸瞬间涨红，他猛地站起来，椅子腿在地上刮出刺耳的声音。许南之，女孩冷冷看着他：“你喊什么啊？289不是你自己考出来的吗？”许明远眼睛发红，声音几乎发抖：“要不是你。”没等他说完，许南之就打断了：“要不是我，你连289都未必有。你那些高分和你有什么关系？那是我一张卷子写出来的，不是你自己挣来的本事。”许明远被堵得呼吸都乱了，胸口剧烈起伏。许母立刻冲过去护在他身前，转头就朝他尖声骂道：“你怎么能这么刺激他？他都这样了，你还要逼死他吗？”许南之看着他，忽然觉得累。他没再跟他们废话，转身就往自己房间走，身后乱成一团。许南之头也没回，进了门，靠在门后闭了闭眼。他知道这家人绝不会到此为止。夜里2点多的时候，门外传来了几声金属碰撞声。许南之一直没睡，他屏住呼吸，轻轻坐起身，听见许父用锤子把门把手敲烂了。我之前买的那个防盗锁呢，装在这门上。我看他没有钥匙，怎么出去？许母连连点头，拿出了锁往许南之房间门上挂。他手机是不是还在外头充电？许父轻嗤一声：“明天送饭的时候给他收了就是，耗到他点头为止。”许母像是终于安心了些。那行，先这么办。脚步声慢慢远了，许南之坐在黑暗里，眼神一点点冷下来。他们果然没打算让他正常走，好在他提前留了一手。第二天一早，许南之拧门把手的时候，门果然从外面打不开了。再走到窗边往下一看，楼下的防盗门也锁着。客厅里传来断断续续的说话声，明显是有人守着。他把那部备用机摸了出来，用新卡的流量打开邮箱，把夜里录下来的音频片段压缩后发了出去。邮件标题只有一句话：若今晚前我未主动撤回此邮件，请联系学校确认我人身安全。发完后，他又把自己现在的实时定位同步到云盘共享里，设置了自动更新。做完这一切，许南之才把备用机重新藏好，转身看向那扇被从外面锁住的门。他抬手轻轻敲了敲门板。
妈，门打不开。外头安静了几秒，很快徐母戏谑的声音就传了进来，就是要你打不开。门板下的缝隙里塞进来一张纸，只要你一天不肯点头，你就一天别想出来。你看看地上的那张纸，你那狗屁清北的档案已经被彻底打回原籍，退档作废了。许南之听着这拙劣的可笑的谎话，又看了看那张纸，唇角一点点勾起来，把那张纸拿起来揉成一团，丢进了垃圾桶里。之后2天他没吃任何送进来的东西，闭着眼睛靠在床上沉默反抗，不想接受这个家的一分一毫。第3天晚上，徐母透过门缝看他的时候，发现他闭着眼睛倒在地上。徐母吓了一跳，老许，快开门啊！他是不是要脱水，饿死在里面啊？他不关心许南之的死活，但许明远的前途还系在女孩身上。许父手忙脚乱打开了锁在门口的铁链，一脚踹开了门。他猛地冲上前抓起许南之的衣领，别给老子装死，赶紧起来吃东西喝水。情急之下，徐母接了一盆厨房的自来水，朝许南之泼了过去。他被这一盆水浇得哆嗦了一下，呼吸微弱，睁开了眼睛。许父看着他目光发狠，忽然抬手就给了他一巴掌。他被打得半边脸偏过去，耳朵里嗡的一声。许父逼近一步，声音压得极低：“我告诉你，再敢不该有的念头，我就把你这屋窗户都钉死。”那天之后，管控明显更严了。许母每次送完饭都盯着他吃完才走，窗户也被许父从外头钉了2根木条，彻底断了翻出去的可能。许南之变得异常安静，连许母试探他时，他也只是低着头不争不辩。许父以为他是挨了那一巴掌，总算学乖了些，而许南之则在这2天里把他们的作息摸得更清楚了。第4天凌晨，机会终于来了，门外传来开锁声时，许南之闭上眼，放缓了呼吸。许父、许母小心翼翼进来，开始翻他的东西。许母的声音轻轻的：“你说他会不会藏在身上？”许父有些不耐烦：“先找屋里，身份证和那几张材料肯定在这儿。”许南之一动不动，他知道他们在找什么，他的证件和录取通知书，可真正的原件他早就分开放了，只在床头柜里留了最显眼假封套。几分钟后，门口又响起一道更急躁的脚步声。许明远声音压得很低，透着掩不住的烦躁：“找到没有？”徐母回头瞪他：“小点声。”他根本没理，直接扑到行李箱边，把东西翻得乱七八糟。最后他从夹层里掏出了那个文件封套，找到了。这时许南之知道该来的终于来了，他猛地睁开眼，按亮床头灯，灯光一下炸开，房间里3个人同时一僵。他坐起身，声音冷得发沉：“半夜3更，你们在我房间里干什么？”被当场撞破后，3个人反而不装了。许父第一个直起身：“既然醒了，那就把话说开。”徐母也站了起来，拍了拍衣角上的灰：“我们是你爸妈，替你收着证件怎么了？总比你自己拿着乱来强。”许南之看着他们，唇角动了一下，反问了一句：“替我收着？”他下床站起来，伸手就去拿许明远手里的封套。给我。许明远却像被针扎了一下，猛地往后退了一步。他盯着许南之，忽然笑了一下：“你走了我怎么办？”说着，他低头看了一眼手里的东西，像终于下定了什么决心，直接把封套里的录取材料抽了出来。许南之脸色一变，紧张地喊了他一声，可已经来不及了。许明远当着他的面撕了录取材料，白色碎叶落了满地。他像故意要让许南之看清楚，每撕一下，他脸上的笑就更深一分。没了，现在你也别想去了。许南之看着地上的碎纸，脑子里有一瞬空白，而许明远攥着那些碎片，声音越来越尖：“你知道我有多怕吗？我怕的你哪天不考了，让所有人发现我根本什么都不是。”他死死盯着许南之，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掉。我恨你比我聪明，恨你明明什么都有，还摆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可我更恨的是，没有你，我连站都站不稳。房间里安静的吓人。过了很久，徐母才皱了下眉：“行了，少说2句。”许南之慢慢蹲下身，伸手去捡地上的碎片，肩膀微微发抖。许明远看着他，以为他终于崩了，眼里浮现出报复得逞的快意。哭啊，你不是最能忍吗？许南之没有抬头，他只是把一片纸捡起来，轻轻捏在手里，沉默了几秒，才很慢地笑了一下。许明远脸上的神情忽然僵了一瞬。你笑什么？许南之抬眼看着他，嗓音沙哑：“没什么。”他慢慢站起身，就是忽然觉得你刚才那一段说的挺完整。许明远愣住了，他没懂他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许南之却没再解释，只是往后退了一步，低着头坐回了床边，像是一下子被抽空了力气。见他这副样子，3个人的警惕反而松了些。许父冷哼一声，把他的东西往自己口袋里一塞：“早点想明白，对谁都好。”徐母也跟着附和：“别闹了，明年再考一次，又不是天塌下来。”许明远盯了他几秒，见他再没反应，终于像彻底放心了，转身跟着父母往外走，门重新锁上，脚步声慢慢远去，房间重新陷入一片安静。又过了将近半分钟，许南之才慢慢抬起头，他起身走到书架边，摸出了那部备用机，屏幕上录制中的红点还在跳，刚才那一切全都被拍下来了。许南之站在黑暗里，低头看着那段视频，随后把文件上传到了云端，又分成几段备份到不同账号。做完这些，他才拨通报警电话，接线员很快接起：“你好，这里是110。”许南之压低声音，清晰地报出地址：“我要报警，我被家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他们毁坏我的入学材料，还强行扣押我的证件。”接线员立刻追问情况，他一一回答，最后对方让他保持安全，原地等待，民警会尽快出警。电话挂断后，许南之把备用机调回静音，重新藏回原处，自己则慢慢坐回床边。
他知道只要熬过今晚，这一切就要变了。这一次被困住的不会再是他。大概4点多的时候，门外又传来了脚步声。许明远慢慢走进来，盯着他看了几秒，确认他是不是真的睡着了。然后他开始在屋里慢慢转。许南之不知道他想找什么，但心里的警觉已经提到了极点。下一秒，许明远停在了书架边，许南之的心骤然一沉，备用机就藏在那里。很快，细碎的翻动声响了起来。许明远显然察觉出不对，下一秒，纸张被猛地扒开，许南之不用看都知道，手机已经落到了他手里。他睁开眼时，正对上许明远那张骤然扭曲的脸。他手里攥着那部手机，上头的录制界面还没退出。许南之，你敢录我？他几乎是尖着嗓子扑过来的。女孩翻身下床，第一反应就是去抢，两个人撞在一起。许明远像疯了一样，手死死攥着手机不松。许南之去掰他的手腕，他反手就抓他头发，整个人扑在他身上，像要把他按死在地上。两个人扭打在一起，带的桌椅都在响。就在这时，门被猛地推开，许父第一个闯进来，后面跟着许母。看清房里的场面后，许父脸色瞬间沉了下来。他根本没问发生了什么，直接大步上前，一把把许南之从许明远身上拽开，狠狠往旁边一推。许南之后背重重撞在墙角，疼得眼前发黑。许母赶紧去扶许明远。明远，你没事吧？许明远喘着气从地上爬起来，他抬手指着许南之，声音都在抖。爸，他偷拍视频，他把昨晚的事全录下来了。这句话一出，许父脸色骤变，一把将那部手机夺了过去。他低头扫了一眼屏幕，还一直在录视频。许父额角青筋都绷了起来。你还敢在老子眼皮子底下留死手？许父猛然冲上前，一把揪住许南之散乱的头发，将他拽得仰起头，另一只手将那部手机举过头顶，狠狠砸向极其坚硬的水泥门槛边缘。砰的一声炸响，手机的屏幕玻璃四下飞溅，许父胸膛剧烈起伏，他还是觉得不解气，一把甩开许南之，从旁边抄起椅子，蹲下身对着手机猛砸，直到那部手机彻底成了废铁，许父才停下了动作。录啊！你他妈再给老子录啊！他冲着许南之咆哮，老子今天把这破铁疙瘩砸成了骨灰，我看你拿一堆连拼都拼不起来的碎玻璃渣子，拿什么狗屁证据去公安局立案报警？许母在一旁拍着胸口，长长的吐出一口气，就是个养不熟的白眼狼。幸亏明远机灵来搜了一遍。老许，别跟他废话了，东西都砸烂了，重新把门给我死死锁上，看他还能拿什么翻天。许父走到许南之面前，抬手又是一耳光。我告诉你，今天这事儿，你要是敢往外漏一个字，我打断你的腿。许南之抬手蹭了一下发烫的脸颊，没吭声。许父大概也怕继续闹出更大动静，骂了2句后就带着许明远和许母出去了。屋里重新安静下来，许南之靠着墙坐了几秒，才慢慢吐出一口气。他抬眼看向窗外，天已经开始泛白了。6点多的时候，许父的手机响了，紧接着客厅里传来他压不住的惊慌声音：什么？怎么会发出去的？不是已经砸了吗？许明远像是彻底崩了，声音带着哭腔和歇斯底里：谁发的？是谁发的？整个屋子瞬间乱成一锅粥。许南之靠着床沿闭了闭眼，他知道东西已经到了该到的人手里。又过了没多久，门外骤然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警察！里面的人，把门打开。客厅里一下安静了，许母发慌的声音响起来：怎么办，老许？许父还在硬撑。慌什么？就说他不在家。许明远声音都劈了：不在家，他就在里面。敲门声越来越重，外头已经开始喊第2遍。许南之坐直了身子，嘴角慢慢扯出一点冷意，藏还能往哪藏？门外的争执只持续了几分钟，就被更大的动静打断了。警察走了进来，声音严肃了：报警人在哪个房间？紧接着，他的房门就被打开了，2个穿制服的警察站在门口，看见许南之的第一眼，年轻一点的那个就皱起了眉，他脸颊肿着，嘴角破了。屋里一片狼藉，根本不需要多解释，发生过什么已经一目了然。年轻警察语气柔了一点：你是许南之？他点了点头。那警察走近2步：是你报的警，脸上的伤是谁打的？许南之抬起头，声音很稳：是我报的警，我爸打的。这话一出口，客厅里的许父立刻急了：警察同志，这是我们家里的事，孩子不听话，我教训2句怎么了？年长些的警察回头看了他一眼，脸色一下冷了下来。家里的事，他扬了扬手里的手机，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恶意毁坏他人物品，还有殴打，这也叫家里的事。许父的脸一下白了，警察没再给他狡辩的机会，直接把手机里的视频调出来，举到他面前。见状，许母腿一软，扶着墙才没坐下去。许明远缩在角落里，脸色惨白，眼神发直。年长警察声音冰冷：现在还觉得这是家务事吗？许父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年轻警察则转向许南之，声音放缓了一些：你现在能不能走？需要去医院验伤，也要跟我们回去做笔录。许南之点头，能走。他扶着床沿站起来，脚下踩过一地碎玻璃和纸片。路过许父身边时，男人下意识伸手想拦，可还没碰到人，就被警察一把挡开了。你老实点。许南之没有再看他，径直往外走。身后很快传来许母崩溃的哭声：许南之，你怎么能这样？我们可是你爸妈。许南之脚步顿了一下，回过头看着他：你们早就没把我当女儿了，现在不过是轮到你们尝一尝我的日子。这句话落下，许母整个人都像被定住了，许明远却忽然疯了一样冲了上来，被警察拦住时还在拼命挣扎，声音尖的刺耳：你以为你赢了是不是？你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我死都不会放过你。许南之看着他，只说了一句：
许明远，从今天起，我们没有任何关系了。说完，他转身出了门。这一次他没有回头。在派出所走完程序后，已经临近中午。许南之坐在长椅上，听着民警和学校那边通电话，询问补办材料的流程。学费困难的话，入学后可以走绿色通道，也能申请助学贷款。每一条都不算轻松，可每一条都能解决。最难的那一步他已经迈过去了。等办完手续走出派出所时，外头的阳光已经很盛了。许南之站在台阶上，眯起眼看了看天，一时间竟有种恍惚感。这时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他接起来，那头立刻传来程宁急促的声音：“许南之，你现在怎么样？辅导员那边联系上警方了，我们一直在等消息。”他心口微微一热：“我没事，已经出来了。”电话那头瞬间松了口气，紧接着又传来另一个女生的声音：“吓死了，我们差点直接买票过去。”还有人接话：“你现在在哪儿？要不要帮你联系学校？”许南之握着手机，唇角终于露出一点很浅的笑意：“先不用，我自己可以。”他拿着买好的车票上车时，已经是傍晚。他靠在窗边闭了闭眼，火车哐当哐当的往前开，一节节车厢被拉向远方。这一次是真的在往前走了。第二天清晨，许南之是在广播声里醒过来的。陌生城市正在一点点铺开，他没急着起身，只是靠在座椅里，安静看了一会儿窗外。这一程路他等了太久。下车后，许南之先按着民警给的流程去补办了临时证件和入学需要的情况说明。清北医学院那边动作很快，辅导员助理提前和校方打过招呼。招生办老师见到他时，把一份新的入学材料递到他手里。录取信息系统里都有备案，原件毁损不影响报到。老师看着他脸上还没完全消下去的淤青，语气放得很缓：“你先安心入学，后面的事学校会尽量配合你。”许南之接过那份材料：“谢谢老师。”老师又问：“学费和住宿费这边需要先帮你走绿色通道吗？”许南之点了点头：“需要。”以前他总觉得很多事只能靠自己咬牙扛，可真走到这一步，他才明白求助不是软弱，把该用的规则和制度用起来，才是真正的自救。正式开学的那天，许南之一个人站在人群里，旁边有穿着志愿者马甲的学生喊他：“同学，需要帮忙吗？”他愣了一下，随即笑了：“谢谢，我自己可以。”其中一个学姐看了看他手里的材料，像是认出了什么声音，不由放轻了些：“你是不是许南之？”他点点头：“是的。”学姐脸上的表情顿时柔和了下来：“辅导员刚刚还在找你，跟我来吧。”一路上，对方很自然地帮他接过箱子，带他去办入学手续。程宁早就到了宿舍，见他推门进来，直接从椅子上弹了起来：“你可算来了！”他几步冲过来，上下看了许南之一眼：“你家那帮人真不是东西！”他骂完又觉得不够，伸手接过他手里的包：“来，先放这儿，床我帮你擦过一遍了，水卡和校园网的流程我也问好了。”宿舍里另外2个人也都站了起来，其中一个短发女生把自己的零食袋直接往他桌上一放：“先吃点东西，脸色这么差，最近肯定都没好好吃饭。”另一个则递来一杯温水：“你要是晚上睡不着，我们陪你聊。”许南之站在门口，鼻子忽然有点酸，他低头接过那杯水，轻声说了句：“谢谢。”程宁一摆手：“谢什么？以后一个宿舍的，别客气。”这句话很轻，却莫名让人心里发暖。那天晚上，许南之躺在宿舍床上，觉得前所未有的安心。第二天，警方那边来了消息，许父因非法拘禁和故意伤害被依法立案处理。许母虽然没有直接动手，但也需要配合调查。至于许明远，撕毁录取材料，恶意参与控制他人行动，加上前面高考专项复核事件的影响，后续责任一项也跑不了。许南之接电话时，程宁正坐在对床啃苹果，见他放下手机，女孩立刻探头：“怎么说？”许南之沉默了2秒，才开口把结果讲了一遍。闻言，程宁咔嚓咬了一口苹果，含糊不清地哼了一声：“活该。”许南之靠在椅背上没说话，他本以为听见这些消息时自己会痛快，可现在他心里反而很平静，像一口压了太多年的气，终于慢慢散了。几天后，爷爷打来了电话，村里信号不太好，老人声音断断续续的，一开口就是最熟悉的那句：“到学校了。”许南之站在宿舍阳台上，握着手机嗯了一声：“到了，手续都办好了。”爷爷在那边重复了2遍好，像是终于放下心。住得惯不？饭能吃饱不？许南之忍不住笑了，一一答了话。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才传来一句很轻的：“那就好。”许南之扶着阳台栏杆，看着楼下人来人往。爷爷，等我稳定一点，就接你来看看。爷爷在那边笑了。城里我就不住了，去看看行。这已经算是他最大的让步。许南之听着那笑声，眼睛微微发热，低声答应着好。挂了电话后，他在阳台上站了很久，忽然想起爷爷说过，读书是穷人家孩子最稳的一条路。以前他只是咬着牙，把这句话当成逃出去的绳子，可到了今天，他才真正明白，这条路不只是逃，还是他往后余生重新把自己一点点站稳的开始。再后来，网上关于许家的热度慢慢淡了下去，新的热搜不断顶上来。可许南之知道，有些事对外人来说只是吃过的一口瓜，对他来说却是一道真正跨过去的坎。他没有再回那个家。许父和许母起初还试图联系他，说到底是一家人，让他别把事情做绝。再往后，语气里就带上了怨怼和责怪。许南之一条都没回，他把所有号码拉黑，连同那个地址那段记忆一起关在了过去。至于许明远，他后来只从零碎的消息里听说过几句，听说他情绪越来越不稳定，退学复读的计划也彻底搁浅。他不肯出门，见谁都疑神疑鬼。有一次在家里发疯，把镜子和电脑全砸了，边砸边喊那本来就是我的。许南之听完，把杯子里的水喝了一口，什么也没说。那个曾经靠着他的分数活着的人，终究还是要回到属于他自己的现实里。没有人能
替他一辈子作假，更没有人会永远给他垫底。9月中旬，医学院课程正式排满，课表密得让人喘不过气。许南之每天早出晚归，抱着书往返教学楼和图书馆，忙得几乎没有时间停下来想别的。可他喜欢这种忙。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那天，程宁趴在他桌边哀嚎：“完了，我感觉我要挂。”许南之一边翻笔记一边问：“哪门？”他语气严肃：“全挂。”宿舍里顿时笑成一片。程宁笑够了，又忽然凑过来小声问他：“你现在还会想以前那些事吗？”许南之手上的动作停了停，他想了几秒才回答：“我会想到。”程宁脸上的笑淡了点。那你难受吗？他合上笔记本，抬起头看向窗外。偶尔会，可更多时候我会觉得庆幸我没有留下，庆幸我走出来了，庆幸他们没能真的毁掉我。程宁怔了一下，随即重重点头。许南之笑了笑，没再继续这个话题。那些被牺牲和被轻贱的日子都会留下痕迹，可那又怎么样？他已经不是困在那间小屋里，他有真正属于自己的未来，也有靠自己一步一步挣来的底气，而这些足够他把后半生走得很远。入冬前的某个傍晚，许南之从图书馆出来，天边正落着晚霞，他抱着书站在台阶上，忽然收到一条爷爷发来的新消息：天冷了，多穿衣，别省着。许南之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忽然就笑了。他把手机收进口袋，拢了拢外套，抱着书一步步往宿舍走。风有点凉，可前面的路很亮。